去年，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对伊朗内部的问题激情开麦，猛喷自家情报机构。内贾德说，因为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在伊朗过于嚣张，伊朗成立了一个猎杀摩萨德的精英部门，待遇和配置极高，专门针对摩萨德。结果2021年，他们才发现，这个部门从一把手到主要负责人，实际上全都是摩萨德派来的。在伊朗试图锄奸之前，他们就集体逃回了以色列，连情报系统都被渗透成这样。一贯以强硬著称的内贾德在接受采访时显得有些丧气。他说，现在伊朗的高官人人自危，大家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最近美以意三国军事互动，三家都上演了不少抽象操作。许多网友认为伊朗太菜了，但那是从咱们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的。顶级强国、一流强国、三流国家、不入流国家，客观条件不一样，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截然不同。如果从伊朗这100多年的起起落落看，伊朗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有那么几分必然和无奈的。话说有这么一个国家，它的近现代遭遇了上百年深重的灾难和无尽的屈辱，跟帝国主义签订过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但因为它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这个国家里在逆境之中涌现出了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在殖民者的压迫下奋发图强，救亡图存。它爆发过农民起义，出现过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也有过封建帝制复辟、保皇立宪，可以说把所有的道路都走了个遍。最终它历经磨难，艰难立国，成为了一个共和国。这个国家就是伊朗。 What the fuck？ 这个近现代史让中国人看起来极其的眼熟，但是伊朗和中国有几个客观条件不同，导致产生了几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变量。可就是这几个变量，使得伊朗从君主立宪到共和国这一步的世界线发生了重大变动。伊朗的共和国是由资产阶级政府和宗教领袖互相妥协、互相掣肘拼起来的，相当于选了一半蒋校长，一半洪秀全。这导致现代伊朗各方面看起来都很奇怪。你说它保守封建吧，可你看数据，伊朗的女性大学生比例有 64%， 理工科专业有70%毕业生是女性。你说它是宗教国家吧，他们每4年会全民大选，投票选出总统作为政府首脑，投票率甚至比骂他们的西方国家还高。但如果你因为这些数据让他们感到乐观，那他们又会给你表演印度一般的抽象银学。最近和美国、以色列这对父子高强度互动时，伊朗的表现实在糟糕。一众高层将领被余国端不说，伊朗的国家官方账号还拿 AI 假图，连续几次谎报战功，被网友无情揭穿。堂堂波斯帝国怎么会混成如今这个样子呢？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在平行宇宙的无限种可能中，选择了一条咱们没走过的异复线的神奇波斯帝国——伊朗。最近伊朗大使馆正忙着二创东西方文学名著。20日，他们发了条微博，说熊熊圣火，降妖除魔，焚役残躯，还世太平。好家伙，这用词，那意思是要学明教誓死奋战，硬刚6大门派。第二天，他们又做了个权力的游戏名场面，配上亮剑的台词，要跟西方世界决一死战。可网友发现味儿不太对呀，你咋还在用美国的影视做二创呢？而且伊朗现在的态度是，如果以色列躺，他就躺；如果以色列还打，他就站起来再打一会儿。完全不是片段里主动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伊朗有这样的怪脾气，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区域性大国，更是因为伊朗祖上也扩过。在封建时代，伊朗人在自己这片地方确实很强势，有多个强大的封建王朝。最鼎盛的时候，波斯帝国统治了全世界1/5的人口，疆域从中国以西、印度以北一直达到希腊，是毫无疑问的超级大国。后来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0年消灭了波斯帝国，波斯人王朝更迭，这些王朝有许多不同的名字，从塞琉古王朝到安息王朝到萨珊王朝，不过周边国家一直习惯性的称之为波斯帝国、波斯人。因为辉煌的历史，帝国的国民自视甚高，喜欢自称为伊朗人，意思是高贵的，和梵语里的雅利安同源。从源头上来说，伊朗人确实是雅利安人。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部落瓦解的时候，一部分雅利安人去了印度，另一部分留在伊朗。灿烂的古代文明带来了很多文化科技成果。《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是古伊朗在3世纪创立的摩尼教，传入中国后存在了600多年。伊斯兰教进入伊朗后迅速被本土化，什叶派在这里生根发芽，至今伊朗仍然是什叶派的领袖，能向全球本教教徒发号施令。科技上，古代伊朗也诞生了不少成果，尤其是数学、天文、医学非常先进。他们将自己对标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关于中国的典故和谚语，比如知识虽远在中国，一往求之。和我们类似，灿烂的古代文明在时代大潮下
最终还是碰上了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从18世纪开始，伊朗逐渐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意识到自己已经落伍之后，伊朗从军队开始逐渐模仿学习西方。19世纪的主旋律就是各大帝国主义满世界到处抢地盘。这时候的伊朗剧情非常类似于满清。伊朗当时是凯加王朝，俄国人和凯加王朝爆发战争，打开了伊朗国门。伊朗被迫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用割地赔款为筹码，换取俄国对国王的支持。统治者卖国求荣，就此打开了伊朗近现代史半殖民地化的开端。1828年，伊朗和俄国的第2次战争又打输了。土库曼恰伊条约进一步让伊朗丧失了海关主权和司法主权。俄国人带来的大善压迫了伊朗人整整100年，让伊朗彻底成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伊朗人祖上也阔过，骨子里也有傲气，于是对现状不满的伊朗人纷纷起来救亡图存。跟咱们大清的统治者思路差不多，当时的凯加王朝也有自己的光绪和慈禧，而且这俩角色还是同一个人，王储阿拔斯·米尔扎。他3次出游欧洲，决定引入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实业，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时间，国内涌现了大量洋务派。与此同时，米尔扎还效法慈禧的驱虎吞狼，在俄国人的压力下，试图通过引入英法势力，想让英法俄3个列强打起来，坐收渔利。咱中国观众一听这操作就知道啊，这集我看过，下场我都知道。英法俄都是当时列强里的高级棋手，凯加王朝妄想自己可以让3家互相撕逼撤走，结果是一旦英法俄之间彼此利益勾兑好了，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伊朗的利益。1808年，法国人和伊朗签订通商条约，但转手就把伊朗卖给了俄国人。这边伊朗贵族刚响应号召办了实业，结果下一秒王储又把市场开放给了3大列强，涌入的外资把刚发芽的本土实业冲个七零八落，小老百姓的手工业纷纷破产，贵族们的投资一夜崩盘，朝野哀鸿一片。1809年，英国人和伊朗签订友好同盟，这个协议实际上是英国人为了保护自己在阿富汗和印度的利益而签的，嘴上说着保护伊朗免受其他欧洲国家的侵略，实际上是让伊朗的外交主权屈服于英国人的政治利益。可怜的伊朗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本来只和俄国有不平等条约，结果玩着玩着变成了3个国家的半殖民地。伊朗底层人因为受到本国统治者和外国殖民者的双重压迫，苦不堪言，被迫起来反抗凯加王朝的统治。19世纪30年代左右，伊朗爆发了自己近现代史上唯一的一次农民起义，史称巴布教徒起义。这次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但是他给伊朗埋下了一个火种。1890年，凯加王朝把烟草经营权转让给了英国作为试点，后续还打算在铁路、通讯跟外国搞合作。可在凯加王朝的规划里，压根儿没给本地烟草种植户和小贩留一口蛋糕。在伊朗民间，教士们平时接受小老百姓的供奉，但也会开识字班调停纠纷。国王砸老百姓的饭碗，也就是在砸他们的饭碗。于是，这些小商贩、小资产阶级联合教士们向英国人发起了禁烟运动。咱们当时禁烟是说吸大烟有害健康，白银外流，破坏兵源素质，但伊朗各个世俗势力之间利益没那么一致，他们能找到的公约数反而是神，所以他们当时打出的口号是神反对烟草。最终这场抗议以国王收回成命，教士和民众取得胜利告终。这个结果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国家的经济主权守住了，大家的饭碗也暂时安全了。但坏处就是伊朗为了向英国赔款，大举向俄罗斯借债，导致财政崩溃。同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教士群体，因为带领大家斗争成功，获得了很大的威望，使得伊朗后来的诸多抗争中，他们都更倾向于宗教势力，排斥世俗化的势力。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左翼的革命，始终无法替代宗教在伊朗成为能号召多数人的力量。1903年，伊朗爆发大饥荒，饥荒带来了动乱，凯加王朝爆发了资产阶级为首的立宪革命。可这场伊朗版的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沙俄自己崩溃了，伊朗主要变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原先伊朗欠了沙俄一大笔债，但因为东宫那声炮响，伊朗的债主没了。新成立的苏维埃充满了革命理想，他们主动放弃沙俄一切不平等的特权，对伊朗只有2个要求：承认苏维埃政权，不支持反苏力量。和英法吸血鬼要割地赔款相比，这俩条件算是非常优厚的。可当时的伊朗没有一个靠谱的话事人，他们前脚刚答应了条件，后脚苏俄特使就被英国人收买的白军在伊朗境内杀死。1920年，苏联红军为了打白军邓尼金和英国人勾结的部队，开进了阿塞拜疆，当时这里是伊朗领土。虽然打完之后红军撤走了，但对于被俄国人欺负了100年的伊朗人来说，他们觉得这就是入侵，可恶的俄国鬼子又打过来了。这段时间的伊朗极为混乱，统治者在时代大潮面前茫然无措，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在中下层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大的时候，还是能混一天是一天。不过很快，伊朗这种混乱的状态被一个人终结了。1921年，伊朗的李萨汗将军推翻了凯加王朝。
李萨汗这人如果要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咱们这儿的鸡蛋王阎锡山和不学有术袁世凯。李萨汗擅长练新军，带的部队最早引入西式训练和装备，是数一数二的王牌。推翻了凯家王室以后，他对旧贵族也不搞赶尽杀绝。李萨汗利用英国人赶走了苏俄，在上位后又摆脱了英国操控，坚持走独立路线。他热心地方建设，而且改革并不急躁，能基本满足伊朗各阶层的利益。而且他的操守也比阎锡山和袁世凯强上不少。最开始他想一步到位，直接搞共和制，彻底废除皇帝，但因为他没对旧势力赶尽杀绝，那些达官贵族和教士们强烈反对，最终迫使他不得不选择君主立宪。如无意外，国家政局终于走向了稳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搞现代化，那发展会比中国快很多呀。然而雄心勃勃的李萨汗押错了宝。之前英法联手欺负伊朗的时候，德国人没有趁火打劫，反而帮助了伊朗。伊朗人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对德国人抱有好感。李萨汗上台之后，国家工业化选择了和德国合作，而他选择合作的德国人叫希特勒。希特勒大肆宣扬咱们都是高贵的雅利安人，都一致反对共产党和英国人，咱应该联手呀。在 S2 赛季和轴心国站一起的国家有不少，但伊朗比较特殊，它是欧亚的十字路口，英国和苏联都不希望这里被德国人染指，他们要求驱逐在伊朗工作的德国人。李萨汗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说在伊朗的德国人总共就这区470人，驱逐他们有违自己在战争中严守中立的原则。1941年，英苏兵分两路拿下伊朗，李萨汗也算是伊朗的一代豪杰，结果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他死后，21岁的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继位，是为巴列维王朝。在盟军的控制下，巴列维不得不和日本维系法国断交。盟军对伊朗的占领还在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伊朗这一波押错宝，后果非常严重。轴心国和同盟国两头的好处他没捞到多少，两头的坏处伊朗尝了个遍，属于标准的鞭子和翔放两头，吃一口翔受不了，又转头吃鞭子，最后两头都吃完了。二战过后，代英帝国的位置逐渐被美国取代。冷战时期，巴列维接到了一个 T0 级别的 offer， 当美国的小弟。当时美苏两大巨头冷战，有统战价值，能有机会当小弟的国家，不论倒向哪边都能捞到不少利益。经济上，巴列维大力发展金融、工业、矿业乃至文娱和时尚艺术，什么看着现代就搞什么。那几张公之津津乐道的伊朗女性照片就发生在巴列维时期。但在政治上，巴列维远不如他父亲。他名义上虽然还是君主立宪，但实际上是封建帝制独裁，堪称伊朗袁世凯。巴列维依赖帝国主义，靠出卖主权换钱，国内矛盾严重。在最初的10年里，伊朗因为把石油收归国有和美国的军事协议，国家发展得很快，经济飞速增长。但巴列维王朝的军队、宪兵和警察全部都由美国军事顾问和专家指挥，美国商品也大量向伊朗倾销，伊朗的民族工业被摧毁，工厂纷纷倒闭。1950年，伊朗全国的失业工人数量就达到了50万。伊朗通过石油赚到的钱，大部分也进了英国人的腰包。伊朗的军事、行政、司法等各项权力全都握在巴列维国王一个人手上，国王自己的家族就是全国最大的腐败头子。银行、保险、工厂、建筑行、食品公司、服务公司、矿业公司，伊朗国内但凡有点规模的赚钱的行业，王族都有投资。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绝大部分被国王和达官贵人们拿去挥霍了。巴列维自己的王冠、马车都镶着价值连城的钻石、珍珠。1971年，巴列维搞了个庆祝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活动，从法国订购帐篷、厨师，从荷兰买花，从地中海买野味，从非洲买水果，穷奢极欲，花了1亿美元就图个享受。要知道，1946年到1953年7年，美国给他们的援助总数也就1.184亿美元。国家发展的成果集中在城市，城市和乡村之间也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工人阶级、农民、巴扎商人以及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中下层，没有享受倒向美国的好处，苦头倒是吃了个遍。所以这批人逐渐投向了另一个人的怀抱——霍梅尼。霍梅尼虽然是宗教领袖，但是促使伊朗人支持他的因素其实和宗教关系不大，反而和实实在在的世俗利益密切相关。霍梅尼的理论也跟早期的李萨汗一样，充满了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霸权的内容。反殖民就是反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底层人问为什么我们过得这么惨，学者可能会说，因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适配，没有实现宗教和世俗的平衡，城市化对大家的家乡产生了虹吸效应。这些道理霍梅尼也懂，但他会尊重听众的知识水平。他说的是，我们的国王忙着办庆祝波斯帝国2500年的宴会，宴席的松露、鹅肝、姜血和美酒牛排都要从法国空运。他们包下了马克西姆饭店，让50多位外国元首和各路王公贵族享尽繁华。巴列维的王妃甚至用牛奶洗澡，可我们呢？我们的人民上无遮头之瓦，受无充饥之粮。说到巴列维本人，还有美国和以色列，霍梅尼有一句流传很广的比喻：
我们的国王是犹太人的代理人，是一条脑子被石头砸碎的美国大蛇。这段发言被无数民众刻成磁带四处传播。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高举霍梅尼头像的抗议群众给波斯帝国敲响了丧钟，倒行逆施，把全国各个阶层得罪了一个遍的巴列维在仓皇之中逃往美国，伊朗袁世凯就此谢幕。这场伊朗革命诞生出来的新国家，虽然名字里有个共和国，但它和咱们理解中的共和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实际上的架构，即使丢到全世界所有国家里来看，也是非常特殊的。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在对阵英格兰队的唱国歌环节，伊朗国家足球队出现了一幕奇迹，他们所有队员居然没有一个人张嘴唱国歌。据这些球员的说法是，当时伊朗国内爆发了一系列抗议，他们就算赌上职业生涯也要去唱国歌，支持国内的抗议者。当时伊朗不少政客纷纷发声，说要逮捕和惩罚这些球员，乍一听还挺悲壮的。然而没多久，事情就开始抽象。短短2天后，对阵威尔士队时，说好不唱国歌的球员们又开始唱国歌了。即使一些比较反伊朗的西方媒体也表示，球员恢复唱歌不是因为被政府威胁了，而是他们发现许多支持抗议的球迷也觉得家丑不该外扬，支持抗议归支持，不要在外人面前搞这个。被粉丝喝了几次倒彩后，除了1-2个顽固分子外，大多数球员又唱起了国歌。至于放狠话的伊朗政客也很搞笑，最开始他们说要严惩所有球员，结果不仅大多数球员没事，顽固分子连形式上的惩罚都没有，照样踢球比赛领奖金。双方一怒之下怒了一下。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革命胜利后的伊朗政权本来就是各方势力妥协后的产物。伊朗的权力核心是他们的宗教领袖，这个领袖的身份是终身制的，权力不可分割。霍梅尼死后，权力就交到他指定的从19岁就开始追随他的哈梅内伊手上，相当于公司董事。但在此之外，伊朗还需要每4年举行一次选举，由选民选出总统作为政府的首领。这个总统有协调各个行政事务的权利，但他的权利本身就需要领袖的批准，相当于公司 CEO。 伊朗的世俗政府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天然就很混乱。举个例子，政权刚更迭的时候，因为美国收留了逃亡的巴列维国王，新建立了伊朗，对美国的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1979年10月4号，一群伊朗学生冲进了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扣押了62名美国外交人员作为人质。美国后来专门拍了一部电影《逃离德黑兰》，讲述这段持续444天的人质危机。在这444天里，美国人民是天天在电视里听相关新闻，看相关报道，所以对不少美国人来说，伊朗在他们心中的仇恨值堪比苏联，远远压过东大。有一段时间，美国政客只要表演对伊朗强硬，就可以拉来大量选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曾经大力嘲讽过奥巴马，说他马上就要表演打伊朗，好挽救自己的支持率了。结果时过境迁，他自己2次上台也都把伊朗当打野 buff 用，回旋镖打脸。可实际上，当时伊朗的巴扎尔干政府事先根本不知道这事儿，事后也无权处理。这边骂他和美国妥协，那边骂他要为这种违反国际法的事担责。巴扎尔干除了2头背锅，啥都干不了。于是1月6号无奈辞职下台。当初给新国家取名字的时候，伊朗人就明确表示，不要用民主这个词儿，因为充满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要用人民这个词儿，因为这词儿太红，自己删掉了一个正确选项。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所以最后伊朗的官方名字变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了维持统治，刚开始霍梅尼把政治光谱从左到右的反对派狠狠镇压了个遍。你说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他不革命吧？他推翻巴列维王朝和反美的过程轰轰烈烈。可你要是说他革命吧，他连宪法都明显是国内2派互相妥协的产物，总统和总理互相制约，议会和政府也互相制衡。新生的国家有资产阶级的功劳，当然不能抹杀他们的政治权利。可支持霍梅尼起来革命的主要阶层，又是底层人和教士们，他们也不能忽略。那怎么把利益截然不同的几拨人揉在一块，让大家都维持表面和谐呢？为此，霍梅尼给出了方案，叫法基赫监政体系，把社会分为这么3层。最高层是以最高领袖为首的顶层教士，他们组了一系列委员会，以戒律和老百姓的诉求监督社会各界。在中间层，这套体系在世俗精英阶层外另设了一套宗教式动员组织。假如底层民众因为种种原因挤不进世俗精英的圈子，那也可以靠虔诚或者别的才干，从动员组织者得到上升渠道。在设计层面，这套制度让大家都有了出路。世俗上，老百姓可以用选票选代理人，精英可以参选。伊朗的投票率一直很高，甚至高于许多西方国家。对家庭条件太差、没机会卷世俗的人，霍梅尼的体系也给他们提供了 Plan B。比如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电台报了段新闻，点名控诉一个伊朗士兵。新闻说，这人每次出来行动，都会来一出字面意思的顺手牵羊，偷几只羊走，导致伊拉克部队没法彻底切断这支伊朗侦察部队的食物补给。骂他的人肯定不会想到，这位偷羊贼因为挨骂大受激励，在战场上越战越勇，屡获嘉奖。
这个年轻人服役的部队叫伊朗革命卫队，是霍梅尼在接收前朝国防军后另外成立的一支武装，成员对霍梅尼本身忠诚。一听说队伍里出了这样的人才，卫队非常高兴，大力提拔，把这个年轻人送进了军校学习。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了圣城旅的指挥官，人称苏莱曼尼将军。他一度是抵抗之湖的掌舵人，美军的心腹大患。客观说，霍梅尼这个方案最开始还是挺厉害的，让教士在既没有行政人员又没有现成枪杆子的情况下，靠给支持者上升机会掌握了国家，没有激起各群体的矛盾。但时间久了，两派之间的互相制衡，使得内部权力结构不清晰，伊朗的外交政策都始终没有捋顺，互相制衡变成了互相内耗。之前咱们给大伙儿介绍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的时候就说到过这个问题，伊朗处在东西方的战略要道，不和外部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何况霍梅尼大力兴办教育，分别给世俗和宗教精英提供了上升通道，不搞对外开放，中产辛辛苦苦上了大学，那都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可一旦开放，问题就来了。虽然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因为工业革命先在西方发生，所以对于世界绝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就不可避免的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连带着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文化艺术。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在国内出现一批向往西方文化、遵从西方价值观的精英们。这个问题日本出现过，中国出现过，伊朗也一样出现过。美国的高校里有大量理工科学生都是伊朗的留学生，毕业以后伊朗女性也有很多办法可以留在美国，享受在伊朗无法享受到的生活。对于这种小资产阶级精英们来说，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不是对国家忠诚，而是两头要好处，享受完伊朗提供的教育之后立刻移民。反美或者反现代生活对这个群体是一件没有多少好处却有很多坏处的事。之前伊朗从民族资本家到中产到底层都一致反美反苏，要赶走巴列维，是因为巴列维骑在大家头上，损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可现在他们都被打跑了，人对于距离远的东西天然就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滤镜。你让没有经历过当初那些矛盾的人，新生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对远在天边的美国产生持久的仇恨，他们办不到，反而是近在咫尺的利益不一致的其他阶级容易成为他们矛头的对象。于是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朗内部各有各的立场，左右脑互搏，一边是军队还在对以色列输出，最高领袖放狠话宣战，一边又是内鬼在用各种抽象操作明着暗着把事情搅黄。2013年伊朗政府宣布要开发一个自己的邮箱系统，因为伊朗政府喊反美口号这么多年依然在用 Gmail， 这样很不安全。伊朗革命卫队在海外策动各种活动需要资金，他们就组建了各项皮包公司当幌子，没想到经商这件事儿跟嗑药一样，很快就把大家都拉下海了。革命卫队的工程兵部队带头创办了格尔伯集团，包揽伊朗的港口、交通和电信行业。你在伊朗生意稍微做得大一点，革命卫队很容易就会找上门跟你合作，让你从老板重新变为打工人。这一系列问题堆积在今天，就是伊朗遍地都是反对派、内鬼，看不见多少忠诚。不过幸运的是，伊朗的对手美国和以色列这对共构父子俩抽象程度和他们属于旗鼓相当。现在表面上几方打得很激烈，但实际上他们都很清楚，以色列跟伊朗不接壤，地面部队不动，那互相刷导弹，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一通打完，双方回去都宣布自己赢了，一赢各表。所以这几天他们都在忙着上演银学魅力时刻。以色列这边承认自己弹药告急了，所以这几天他们忙着去废墟救狗了。美国作为一个聚光灯下的国家，演得更逼真一点。当地时间20日深夜，美军轰炸机又是搞战术欺骗，又是提高行动密集，跨越千里飞去伊朗核设施上空，往旁边沙漠扔了几颗炸弹就走了。特朗普自己说，已对伊朗境内3个核设施实施了非常成功的打击行动，但根据美国国防部自己最新的表态，他们也承认了未能完全摧毁伊朗核设施。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专门选择这个保守而量身定制的方案，既不违背总统打击伊朗的承诺，又不会让靴子落地。翻译一下就是为了选票演一演，差不多得了。卢比奥更搞笑，明明是自己先惹了伊朗，结果却跑去电视节目里对中国喊话，让中国帮全世界劝伊朗，让他们别把海峡关了。大家都对对方的想法心知肚明，但彼此又心照不宣，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毕竟美国你又不肯自己肉身下场，光想单打独斗解决全球性挑战，尤其是还想让别人买单，这是不可能的。大家对伊朗期待也不要太高了。从全世界的经验看，经历过屈辱的近现代史之后，没选择对的那条路，反而因为种种因素变成伊朗这样拧巴的国家的其实很多。义父线上的失败者各有各的输法，反而是能像我们这样一扫上百年的屈辱和阴霾，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巅的绝无仅有。